幻想真境巨师相对深境螺旋呢，是更利好主 C 的一种挑战玩法。在深渊当中，一共就2个对马，是主 C 竞争上岗，所以一直以来流传的都是铁打的辅助，流水的 C。而幻想真境巨师这个模式，因为它限制出场次数还有元素，队友的随机性也更大，所以主 C 相对来说就会变得更重要一些。以卓越模式为例的话，一共需要打10场，那么在编队的时候，理论上就要挑选5个主 C 来应对这10场战斗。所以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，就是3种元素5个主 C， 平均每个元素大概需要培养 1.7 个主 C， 那么7个元素就需要培养 11.7 个主 C。但是在实际的挑战当中呢，因为可以借角色，然后又可以恢复使用的点数，还有些体系它没有明确的主 C， 所以培养12个主 C 肯定是多了，而且会上难度的也就是最后的2到4幕，所以每3个元素能够挑选出2位自己玩的顺手的、练度不错的主 C 来压轴就可以了。那么综合来看，需要好好培养的主 C 可能4到5位就够了。所以本期我们每个元素挑1位，适合幻想真境巨师的主 C。那么这个模式它适合什么类型的主 C 呢？我个人觉得就是启动成本低，输出轴非常灵活，不依赖反应，而且组队选择非常多的角色。那么首先我们来到人口第1大元素火元素，在火元素的主 C 当中，那肯定是选择仆人了。一启动长轴短轴都可以，本身的反应率也不高，主要是打直伤，还是一个3体人的数值，后台随便组谁都可以，有盾有减伤当然就更好一些，毕竟它只能自奶嘛。如果不是一定要4个人组队，仆人完全就是可以单人消耗掉2场战斗的存在。接着水元素，水元素的主 C 嘛，肯定就是龙王了，这个都不用多说。我每一次的通关小诀窍就是把龙王留到最后，如果账号里没有，就打开好友栏问满命大佬借一个就行。然后人口第2大元素冰元素，这个位置呢，我就会选择莱奥斯利。虽然说莱奥斯利在所有的角色当中，他的强度表现不是很明显，但是他作为一个一启动的全套法师，能够适配各种轴的队友，还自带回血，他的机制就真的还蛮适合这种随机的环境的。缺点就是输出范围小了一点，它比较适合去对单。那么接下去的雷元素，首选当然就是克洛琳德了。自身的伤害主要靠直伤，对于队友的能力要求也不高，只要能和雷元素打反应就可以。组队的选择嘛有很多，不管是超载还是激化，甚至是种门也可以打。听说之前的使用率都超过100%了，可见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模式的。那之后草元素的主 C， 现在一共就海格、提纳里和卡维。那么对比起来，提纳里主要是打激化，卡维是绽放，但是它是大招启动，所以还是选海哥。输出轴灵活，大招战技都能启动，而且长短也可以自由选择。但是马上基尼奇就要上线了，目前来看呢，他是一个以燃烧和烈绽放为真伤逻辑的角色，和海哥算是刚好不同赛道吧。那基尼奇可能他有3体人的数值，但是海哥对群啊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其实半斤八两吧。而最后2个孤儿元素风和炎，风元素相对来说伞兵显然是比较适合的，战技启动成本低，搭配不同元素的队友还可以获得不同的增益。缺点就是抗打断的系数比较低，需要一个抗打断的辅助会比较好一些。而且剩下的风元素主 C 里面也就只有萧了，虽然萧的伤害和手感都还挺不错的，但就是大招启动，所以风 C 还是挺缺人的，要不咱们赌一手恰斯卡的。那么到了炎元素这里啊，我私心会选择凝光，平 A 法师没有启动成本，穿个盘烟套能输出，能给队伍的后台角色增伤。从机制上来说，我觉得凝光真的蛮适合这个模式的。但是它作为一个4星，肯定会觉得出现在推荐的位置里面很奇怪。毕竟如果凝光压轴出场，练度不高的话，数值确实有点跟不上。所以稳妥一些还是选择纳维亚，伤害充足，输出方式也足够灵活，只要有大招，单炎也可以快速的叠层。那炎元素当中，其实主 C 也没有多少，可选的本身也比较有限吧。那么盘点下来，其实我们多少能看出这个模式和深渊的差别啊。相对来说，幻想真境巨师其实就是更利好到期之后的角色，尤其是枫丹的这一批用反应当增伤启动器的角色，更不挑队友，更灵活。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现在原神的配对和角色设计趋势是简化元素反应，降低组队门槛的。原本可能一个玩家需要对元素附着频率、附着量、循环、对轴有理解，才能搭配出一支好用的队伍。但现在其实只要玩家理解了元素反应最基础的内容，明白了元素之间会打出什么反应，就能自己组一个简单好用的队伍了。好的，那么这期呢就到这里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